在滑翔伞上面求婚。于是呢，我就跑到了纪念品商店买戒指呀。那纪念品商店嘛，戒指5块钱一个，我买了一个绿的，买了一个蓝的，买了一个黑的，买了3个戒指。当时想，哎呀，也不知道用什么颜色的，先多买几个，而且怕万一到时候再丢了呢。最后就是在滑翔伞上求婚的。本山大叔说的，人还没死，钱没了，这个状态是不是悲惨？我现在的认知来看，这并不悲惨。这唯一悲惨的前提是你有很多的外界给你的欲望和外界的期待，你如果为了不断满足外界的期待，这是对你是悲惨的。我们发现晚上就要坐飞机了，机票的确认信息找不到，发现其实是之前以为定了没定。但是我们必须得去啊，因为呢，我们那边订的车就是马上会从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要出，车会离开呢，我们如果没到，你就去不了大草原了。其实会有非常多这样的意外，因为每一次我们坐的这种飞机啊、船呀，可能都会晚点，那都意味着之后的行程也要调整。车在爱尔兰租车的时候，开始爆胎了，我们在路边那里地广人稀的，然后呢也没什么人，要想办法。在法国乡村开着车，地面结冰了，结果直接就滑到了边上去，对吧？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但是呢，我们学到了一点，就很多的人生中的事故会带来新的故事，这些都是事故，事故就变成了故事。因为这个事故的发生，我们多住了一会儿，我们在爱尔兰路边很无助，结果呢认识了当地的人，当地的人又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听了我们的故事，我们听听他的故事，然后还邀请我们去他家里面。所有的事故呢，我们都不把它当做一种负面的事情，反而把它当做一场意外。这就像是我们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在写这本书，可是呢，正恰恰是因为这些意外，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惊喜。这些惊喜，我们作为一个作者或者作为一个读者，都会认为这个惊喜是非常的精彩的。我们不会认为说，哎呀，我很强的执念，说这个事情的发生怎么没有按照我的设计啊？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反而认为，正因为事情发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这带来了额外的价值，因为我们可以去享受变化带来的新的结果、新的故事。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们2个人会有这样共同的类似的态度呢？因为我也见到有些夫妻，可能比方说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其中一方去找付费的那个 meter， 他可能多找了几分钟，另一方可能就暴怒了。你们2个人是怎么样达到这种一致的呢？是很长的时间逐步成长过来的，就像咱们俩一样，1对1的聊天。其实呢，你跟你的伴侣也是可以进行1对1的聊天的。这是由多年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1周跟好多同事玩玩，我看着日程表，突然想，我花了人生中这么多的时间跟同事玩玩，我为什么不跟家人做这件事？然后晚上回家呀，小朋友睡着，就跟我太太来了一次玩玩，也用工作中玩玩的方式，对吧？问问最近怎么样呀，在做哪些，也没有明确的目的，这就 non-transactional 吧，也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也说服他什么，就是倾听。倾听的过程中呢，建立了信任，也是让彼此增加了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其实更容易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往一个方向成长。我们不去关注那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事儿，我们会认为到，凡是你想控制的事儿，其实最终已经控制了你。你想控制的，不管是你想控制你的一个孩子还是老婆，其实最终你都被他控制了。当你不再尝试控制这些事儿的时候，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天地都是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我们逐步的沟通过程中，其实是产生了类似的想法，因为我们发现不管用呀。我们比如做实验，就像你说的 meter 不好找，那么首先说抱怨，有没有用啊？抱怨首先对于找 meter 这件事儿没有用。第二呢，就是抱怨了以后，那对方已经很辛苦的下车去走了，也没有去表示出理解，或者说是说你辛苦了，对对方也没有用。最关键的，对你自己有没有用呢？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变化，你抱怨了以后，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自己的情绪上也是会觉得，哎呀，我的情绪不好，都是因为其他人。发现啊，这最后是没有用的，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不是一个好习惯，不道德，对法，我们就说抛开法律道德的角度，问自己这么做有没有用？后来发现，没有用。我们最终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自己的快乐跟其他人、跟你的老婆、老公都没有关系。我跟我太太会探讨这么做有没有用，后来发现没有用。这种是以快乐为基础的实用主义，以情绪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因为乐观意味着你认为有一些事儿是好的，也是坏的。其实呢，这也是二向性，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打破的。当你不觉得哪些事儿是坏的的时候，包括旅行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惊喜，其实啊，也就不存在那么多好的事儿了。所有的事儿都是非常平和，都是非常好的。一开始你刚刚说都是藤校的，
你看上他什么，他看上你什么？舒服，可以做自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校，然后呢，有一次是晚会，好像是新年吧，然后呢，他在做主持，我在摄影，拍了一些晚会的照片，然后呢，晚上我们就在 Facebook 上聊天，我们这个照片交换一下，当然这就是你发现了一个很大的 bug， 对吧？照片为什么不能直接发过去呢？我们没有发过去，约了在奶茶店见面吧，见面发照片，实际上发照片不需要在奶茶店，对吧？但是呢，我们就约到了在奶茶店碰面聊一聊，然后平时的学校的生活，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俩其实都挺喜欢旅行的。我们呢也在上学的时候，比如周边的城市探索呀，很多次共同的旅途。旅行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你认识另外一个人的，就是通过一次旅行以后，两个人分手了，发现过不下去，也有可能呢是两个人。旅行的时候发现是一致的，因为旅行的时候呀，都抽离了各自熟悉和掌控的环境。你在旅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意外，一个人处于不在自己掌控之下的环境的时候啊，更容易表现出真实的自己。这个时候呢，两个人是不是合适，就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考验。那我们也是这个时候觉得，挺合适的，挺舒服的，可以去做自己，可以不需要伪装。我们认识的时候也是通过旅行，求婚的时候也是在旅行的时候，包括我们结婚也是在旅行婚礼。比方说机票订错了，比方说他委托你，或者你委托他来订，但是结果他把日期完全搞错一天，比方说26号搞成了27号，就是这种事情的话，在一开始遇到这些意外的时候，也是像现在这么淡定吗？我们会开始复盘来去看。复盘也就是做这个 retrospective， 对吧？抛开人的点滴或者说是抱怨，而是呢去复盘看过去哪个时间点因为什么出了什么差错，下一次如何避免，当前如何补救，这是做 retrospective 的关键。那我们其实也是用这种心理去做复盘，就跟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领悟到去享受变化的时候，比如倒推去分析为什么有差错，会去把关注点放在未来如何避免上，然后并不会说放在互相的指责上，因为这在工作中我们也习得了，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意外，这些有 bug 了，这种产品的网站挂了，那不去指责是没有用的，而且未来还不好一起合作了，就要去不对事不对人的去分析。那你觉得在夫妻之间，或者说在亲密关系中间，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咱就抛开那些像家暴啊、出轨啊那些就是特别重大的事情，最大的杀手恰恰就在法律。很多人结婚觉得我一定要正式的求了婚，办了婚礼，领了结婚证才叫结婚。你不需要外人对你的爱情有一个保障，给你一份背书，你完全不需要。当你需要的时候，也许你对你自己的爱情是没有信心的。我觉得恰恰是这些法律和道德是婚姻最大的杀手。因为呢，你对于一个人的爱应该是自然的流淌，你也不需要去找一个第三方来为你去做证明。当你去想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爱情已经没有太大的信心。这个时候反而想的是说，离婚了以后是不是有法律保障，是不是能够分家庭资产，这已经不是爱情了。一个爱情是我希望对方开心，即使分开了，我也希望他开心。他可以生活中没有我，他也可以拿走所有的钱，我以他的开心为标准，这才是真正的爱。我觉得把交易就是赚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 mindset， 怎么样最大化利益，但是把这个思想拿到家庭中，其实是让自己错失了特别宝贵的一个幸福感的来源，就是把做生意的思想带到了家里面。我们在一起住了很多年都没有办婚礼，我们也没有觉得一定需要一个第三方的认可，反正我们就觉得也挺高兴的。其实我们并不特别需要这种法律上的一个背书。另外一个特别重要就是时间，因为一切关系的建立啊，它都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个 trust 非常重要，你跟合伙人、跟你的谈判的对方、跟你的同事都是需要信任。信任需要一个元素，就是时间。你们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需要谈得来，需要能够互赢，但是缺少不了共同相处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夫妻在特别进入到中年，可能工作上很忙，又要带孩子，没有时间相处，是一个引发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源。你们俩领证了吗？你刚说没有法律的背书，后来领证了，但我们真的也有朋友啊，就是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比我们年长15岁左右的他们就是老大哥和大姐，他们就没有领证，我们觉得
非常好。那再讲讲孩子哈，带小孩，我觉得带小孩出行，特别是孩子还是那么小的情况下，弟弟才2岁，姐姐是4岁，2岁可能就是脸的功能也没有，就是像成年人一样。你出行之前，脑海里有没有预想中对他们的困难？2岁是不是太小了？根本不是。女儿在半岁的时候，我们的产假都是在巴黎过的，我们都是飞到外地去的过程。我们想，反正休产假那时候还在工作嘛，有几个月的假期，在家里躺着也是躺着，为什么不去其他城市躺着呢？我们就选择去巴黎租了一个小公寓，每天下楼遛娃。巴黎有非常多的广场，非常多的公园，特别适合遛娃。就是在老大才6个月，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会带他们去旅行。在我们环球旅行之前，我们有一趟开房车，从旧金山一路开到了纽约、波士顿，横穿整个的北美大陆，然后也去过加拿大的班夫，纵穿过。如果没有孩子，那我们2个人旅行肯定是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旅行计划，然后去哪儿打卡，然后去哪儿走，很快就可以走。孩子需要时间，孩子早上起来，比如他吃完饭，我们会带他们进行一些阅读，然后会读一些绘本，然后呢，孩子下午有时候需要睡觉，他睡觉的时间也不固定，他有的时候2点睡，有时候3点睡、4点睡，对吧？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啊，停下车来帮他入睡，或者走到路上，或者有个地方我们就晚一点的去，或者说呢，有一些徒步的路线我们就不去。北美的开房车的过程中啊，领悟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就问自己，我们旅行开车出来，难道真的是为了开到纽约吗？如果我们就是为了到纽约，我们买张机票去不就行了吗？我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到那个目的地，我们就是为了慢慢的在旅途的过程中去享受一切的变化。那孩子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日程调整的慢一点啊，慢下来，去关注更多，比如说走在路上发生的路上的人，他们的打招呼的方式，他们的问好的方式，他们的习俗，他们坐在路上怎么喝茶，怎么喝咖啡，我们会开始留意当下身边的一些小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视角。刚刚说价值观，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是确定我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就是我当时求婚的时候啊，也是一个非常 spontaneous 的想法，就是我们就在旅途的过程中突然觉得这个人就很适合作为人生的搭档。我们当时是在夏威夷，我们要去做一个paraglider 吧，还是一个就是被伞飘在空中，然后非常宁静的一个项目，就想降落在滑翔伞上面求婚。于是呢，我就跑到了纪念品商店买戒指呀。那纪念品商店嘛，戒指5块钱一个，我买了一个绿的，买了个蓝的，买了个黑的，买了3个戒指。当时想，也不知道用什么颜色的，先多买几个，而且怕万一到时候再丢了呢。最后就是在滑翔伞上求婚的。其实呢，我求婚，我们为什么不买钻石？在我心里，我知道这是一个 scam， 这是一个就是创造出来的需求。如果我通过看历史说，以前人并没有这种传统，于是呢，在一些资本的控制下，开始去不断的把钻石这种商品跟爱情挂上了钩，你不断的你要证明有爱情就要买钻石。那钻石呢，其实产量也很多呀，于是呢就控制产量，让它不要挖矿，要尽可能少的生产，但它没有真的稀缺性。这是我的一个价值观。为什么说跟他在一起？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做自己呢？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去掩盖我自己的想法，妥协我的价值观。她也是这么想的人。我们可能，比如说几万块钱没买钻石，我们可能买了微软的股票，我们可能做一个房子的首付。我肯定说送房子送股票，不要送钻石。正因为是有一致的价值观，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这个时候呢，在生活中，不管是对于投资的决定，还是对于消费主义的一种一定程度的避免，都是有比较一致的共同的观念。然后这个观念呢，又像咱们刚刚说的，通过有定期的 one-on-one 啊，这些就是没有打断的对话和共同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去加深的。这很重要，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可能其中一方觉得这个是个 scam， 但是另一方觉得不行，我就要。所以你们2个能够在这事情上，我觉得达成共识。如果2个人觉得这个都是 scam， 或者2个人觉得不管是不是 scam，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我觉得这个看法不重要，它的一致比较重要，就是我是这样想的。一致，没错，就是这样的。其实啊，认为什么有价值，抛开二项性，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所以要有一致性，就恰恰是你说的一致性是最重要的。除了这种 one-on-one 呢，你们家庭之间啊，不管是亲子是夫妻，还有一些什么有趣的 routine 吗？
你觉得对你们家庭关系比较重要的？我们会有刻意的拿时间去相处，这特别重要。一起做游戏，一起去看电影，去做各种各样的 activity。这也是我在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领悟，就是呢，你真的想要去影响一个人的想法，需要的是信任，信任需要的是时间。这个比如说一位同事啊，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多了，你们自然的这个信任就加强了，你说的话呢也更容易被他去理解了。对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发现啊，随着增强了时间，有一些说的话呀，我们也不需要去跟他去说服他了，去说因为原因 ABC 所以要这样的，不需要，他就有天然的信任感就这么建起来。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时间来去做家庭的各种各样的游戏时间，这是一个 routine。 个人的 routine 呢，会有早上的冥想，早上并不会刚醒来去处理邮件，处理其他的别人给我发的消息，先开始让自己一天中的情绪是属于一个稳定的基石。当我有一个稳定的情绪的基石的时候，再开始去处理外部发生的事情，外面传来的信息，这时候呢就会是一个对自己的情绪有掌控的状态。其实呢，看世界的视角也更清晰，更容易看到很多问题的本质，这也是建立在是有一个稳定的情绪上吧。哎，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刚刚讲了金钱的自由、时间的自由，然后情绪自由的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方面，就是身体可能得允许。我想你们两个人作为成年人还好，特别是2岁的小孩，他们的身体能够就是这种奔波劳累，你观察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呀，我们的观察是，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举几个例子，我们看极光的时候，零下40度，然后眼睫毛都冻得冰霜，孩子们很激动，哎，我女儿她躺到雪里去玩，然后呢，我都觉得戴着厚手套都不想动，孩子们玩得特别高兴。是零下40度，我们还去了零上40度中东的沙漠，孩子们汗流浃背，但是也觉得呀非常好。实际上呀，我们在一路去了各个的地方，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下都有孩子的成长，孩子们都可以去适应当地的环境。为什么成年人反而难适应呢？就是因为成年人在平时的生活的过程中习得了很多的束缚，就是认为这是舒服的，那是不舒服的。于是呢，反而你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小。但我们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也睡在火车上，坐卧铺火车，睡在船上，然后呢，就是孩子们都特别开心，睡在飞机上。孩子们就觉得，哎，是非常开心的，非常舒服的，甚至是我们发现他们的身体的机能也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有一段山啊，就我们平时会推着推车，有的时候有很多台阶就不推车，我们走了4-5个小时，有几公里的路。他们俩当时就是还是我们刚出行的前100多天，儿子才2岁不到3岁的年龄，就可以走很远。我们也分享了一些视频，那段视频就是在巴厘岛猴山的那一段，那真的就是全程都可以走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们对自己的身体也更有自信了，更知道他可以跳多远，他可以走多远，他的耐力是怎么样。然后呢，哎呀，运动完了也会吃很多，然后我们觉得哎，身体长得也非常好。所以孩子们的身体的机能和有适应能力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啊，那太好了。OK， 对，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是 Tim Ferriss 写的，每周工作4小时，然后它里面提到一个迷你退休的概念，然后我在想，这个正好跟你们目前在做的事情有点类似。是，你可以其实只拿人生中很少的时间来做赚钱的事情。因为你有一个视频也会讲到这个迷你退休的一个概念，你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呢？比方说干几年，然后要休息半年，休息1年，对。首先是认识到生命是很短暂的，这也是你相信你身边的不管是家庭成员身体上有些变化，自己有些身体变化，或者疫情的时候你发现我身体很健康，但是呢由于外部环境也不能自由的出门，不能自由的比如说飞到其他国家去玩，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刻意的去生活，去做生活中的选择。很多人会说要不要提前退休，所谓的 FIRE 对吧，你需要去积累每年花销的40倍的钱，比如说你1年花10万，你存400万就可以提前退休了。为了所谓的提前退休，依然
劳作到了45岁、50岁，确实比其他人提前了，比60岁退休早很多。但是呢，在这个时间退休，依然有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了。这就是那本《Die with Zero》那本书上提到的，人生中在不同阶段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体验。这个体验，你在18、9岁、20岁跟一帮朋友去拉斯维加斯住着便宜的酒店，喝着便宜的酒，在那儿嗨开 party 获得的快乐，并不少于40岁去住着总统套房，吃着米其林的餐馆的快乐。两种都是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那我们会提醒自己，不要去错过20多岁的快乐，或者是说20岁我们像遇到的这位环球旅行的女孩，20岁可以去走750公里的徒步，可以去攀登珠峰，这都是20岁的快乐。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30多岁、40多岁都有各自阶段的快乐，这个快乐不能够等到自己可能你的钱更多一些，资产更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换来的体验并不是更高级的，也不是更快乐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去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反过来问自己，你是想60岁以后退休几十年，还是想为什么不每10年退休1、2年呢？30到40岁退休1、2年，40到50岁退休1、2年，分阶段的去退休。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衡量，钱是一个，别人的眼光是一个，时间是一个，但是跟你的交谈中，我发现你把这3样都换算成了同一个价值衡量，就是快乐，自己或者说你们俩的这种快乐，就是钱它可以给你带来快乐，也可以给你带来不快乐，时间看你怎么用，然后别人的眼光你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是的，因为其实如果说把人生我们用理工的思维建个模型的话，那人生中你一出生带有的就是你的剩余的时间，对吧？你剩余的时间在逐步老去的过程中，就逐步的时间消失殆尽了。那你收获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你创造了多少的财富留给孩子，对孩子没什么好处。埃及的法老建了金字塔，最后金字塔也不属于他家了，甚至都不属于埃及人，都是中东人搬过去了，都是阿拉伯人住过去了，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后代。所有对财富的想象呀，都是一种illusion， 都是想象出来的，其实它没有什么意义。那最终的产出应该就是幸福感，就是 happiness。所以说 happiness 呢，就等于我们的 expectation 减去 reality， 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预期，怎么样去看待现实，这就会让我们最大化的产生出这个幸福感。而幸福感呢，又来自于人生体验。人生体验需要2个成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就比如说你去爬座山，你需要开车过去，买车票过去，然后呢需要时间去爬山。那很多的人生体验，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需要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金钱成本。那么我们就说，那我们要最大化人生的幸福快乐，获得更多的人生体验。这也是我们在视频中聊到的人生2个账本，你的财富账本和体验账本。体验账本会是你在人生年龄越来越大，年老以后更愿意去看的账本。7老80躺在躺椅上，不会愿意去看你的财富账本，不愿意去看资产列表，因为没有意义了。这时候体验账本的价值更高。所以人生的2个账本要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平衡的去追求。实际上大多数人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10年里都花了9年去追求财富账本了，所以给自己1年的时间去追求体验账本，这样年老以后回头看，肯定是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决定。毕竟去喜马拉雅只要2800刀。是呀，很多人给自己设想了太多的障碍。分享一下那个故事啊，我们在决定环球旅行之前做过一个考虑，就是说1年365天，能不能让其中100天过的是值得回忆的100 memorable days，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实验。100天要就是有仪式感的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使得过一些年回头看，这是有记忆的锚点的。比如说我们回想10年前2013年你做了些什么，或者说5年前2018年19年那块做了些什么，其实你会想那一年你记得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不记得那一年做了什么项目了，也不记得那年工作中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记得的就是那年去哪儿旅行了。所以呢，去做一些让自己去有记忆锚点的事情，或者说我那年学习了潜水，学习了飞行，第一次开了一架塞斯纳小飞机，这些都是我的记忆中能够留下一些痕迹的地方。这也是体现了你的生命价值，让它的密度更高，而不是说如果一年日复一日的朝9晚5的工作，这一年过去了，你回头一看，好像这一年什么事儿都没做。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尝试365天来把这100天过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有信心能把这365天全部都过好。
或者说我们像500天嘛，因为我们已经实验过了100天我们如何掌控。100天不难，一年52个星期里面每个周末都拿出来2天，那就100多天了。其实实际上呢，再加上你的可能有的10几天、20天的假期，甚至都不需要每个周末，你是大部分的周末加上你的假期，但是呢有意识的把它过好。我们当时还给了一个预算，一天有600块钱预算，然后呢100天6万，我们拿了6万。其实什么货币不是很重要，你说人民币啊还是美元，那取决于你的这个财富能力。我们就给了一个预算，因为我们的时间和金钱都是有限的嘛，我们不想说年老了留了一些钱，结果时间没了。于是呢，我们拿出一些时间，配上一些钱来去最大化体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钱根本花不完。我们很多的是非常好的体验，非常有记忆深刻的体验，根本没花到6万块钱，可能就花了2万块钱都不到。人生中就是这样的，以为要留很多的钱做很多的事情，往往你真的做了会发现不需要那么多。人生中最悲惨的事是什么？人死了，钱没花了。对，本山大叔说的，人还没死，钱没了。这个状态是不是悲惨？以我现在的认知来看，这并不悲惨。这唯一悲惨的前提是你有很多的外界给你的欲望和外界的期待，你如果为了不断满足外界的期待，这是对你是悲惨的。当你能够打破第一步，也就是避免了人生时间没了，钱还有。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的认知会快速成长，你就会更理解你的人生，你的时间究竟想用来做什么。当你能够体验过自由的滋味，去体验过自由的人生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害怕钱没了，因为钱应该是你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的一个 byproduct， 是一个附加产物，而不再会愿意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为了换钱。因为你会发现，你追求梦想去过你的人生也会有钱，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取决于你的运气、你的能力。但是呢，已经会认为去掌控自己的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刚说的那本书叫什么？ Die with Zero， 它的理念，你应该在死的时候呀，你最后一张支票就是写给这个墓地的，然后这张支票应该是被 bounce back， 你就账户里应该是空头支票，收不到你最后一笔钱。此处应该做个广告。上一期对谈的嘉宾是在洛杉矶做墓地生前规划的一位小姐姐，讲的就是关于怎么样去做生前规划，先把这个墓地弄好了。可能你20岁、30岁，因为她说她有些客户是墨西哥人，他们真的对这个很看重。有一个客户是大学刚毕业，他说我毕业了，我现在来买一块墓地，因为我要开始我的工作了，所以呢，我先把我死安排好，我要奋斗了。强烈建议大家去听那一期。我很理解不同的文化。我讲一个故事，在爱尔兰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古堡。古堡里面然后也是一个大教堂，大教堂里面有坟墓，然后我们就学习到当时的有权利的人、贵族、有钱人，一生的目标就是把坟葬在教堂里面。钱少一点的有钱人呢，就在教堂旁边的坡上；钱再少一点的呢，就是离教堂再远一点。认为离教堂越近，这是越好的墓地。甚至是呢，很多人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了买那块墓地。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回头看500年前的人，会觉得你这不就是没想明白吗？活着的时候不快乐一点，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然后存着钱去买一个死以后的墓地。但是呢，当时的人的认知，那个地方的文化就是这样，人们会在活着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在经历磨难，就是不断的去给自己的赎罪，就是为了死后上天堂。但是我们现在你看到了，天堂是不存在的。像很多哲学家写的天堂已死，对吧？已经没有了，上帝已死，没有了。我们会发现整个太阳系里面最美的星球就是地球，这颗蓝色的星球，地球就是太阳系里的天堂。我们此时此刻就像在梦境中一般，已经在天堂里了。你在天堂里面就应该随心所欲的去做在天堂里的事情。如果你在天堂里面还活着，非常的磨难，觉得我要死后再去一个不存在的天堂，那我们现在的人的认知肯定不会这么做了。我就不会是一个坟墓项目的客户，因为我不会花1分钱在死后的坟墓上面。当我们的一生的体验在离开地球的这一刻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认为这位嘉宾提到的葬礼，这是我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死亡教育。这也是像乔布斯和李开复他们都分别写我的死亡学分，然后死亡教育带给了他什么。我认为死亡不是一个不吉利的词，我会正面看到它的时候，它其实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怎么样可以更智慧、更有勇气的去过好当下。对于这个葬礼来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会在我
60岁的时候办一场葬礼，我现在觉得我可能等不到了。我50岁的时候啊，我就想办一场葬礼，邀请我的朋友们都来。我会希望这一场为Leon而开的葬礼办的这场大 party 的时候，我要在场。我不想等我闭上眼睛了，你们聚了去追悼Leon，那我看不见了呀。我很想参与。第二呢，就是我的每一场葬礼会以这种以墓志铭的角度去思考我的人生从后向前，我究竟想怎么过？所以呢，那一场葬礼我来总结我这一阶段的人生。我并不想等到最后，我过完我的葬礼或者人生告别会，我还可以继续我的人生，我可以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我可以用一个新的角色在地球上又可以过一段时间，然后过个10年呢，可能再开一场人生告别会，再开一场追悼会。哪一天可能真的年龄到了，或者是什么意外不在了，那也不用这个后悔，因为呢，前面已经开过几场的告别会了。那节目最后啊，我们可以 end with 分享几本书，就是你Leon你的人生之书。因为你刚刚讲了，你家庭其实没有给你这些思想太多的助力，像你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形成的逻辑的，给大家分享一些你觉得对你自己影响特别大的。我觉得像财富类的最启蒙的就是大家都看过的《富爸爸穷爸爸》，会知道什么是钱，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这本书在我们节目里出现过若干次了，果然是什么书不重要，每一个人真正的成长不是因为那本书，是因为那本书刚好点明了我心目中所思考的一些事情，前提是我已经在思考这些事情了。这个书更像是一个 pivotal point， 我这个天平它已经往这边压了，多了这么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你把这本书给一个天平没有往这边倾斜的人，他会说我看了这本书没有用呀，你去看其他的书也会觉得没有用。Die with Zero， 你去看了可能也觉得没有用。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有开放的心态，还是要有好奇心，去思索，去思考。其实书的作用就是一开始会埋下一颗智慧的种子。看过这本书，当下没有用，这种子呀会在我们在看待新的事物的时候带来一个新的视角。的前提也是要有开放的心态，要有好奇心，对吧？然后呢，正是这些阅历和经历的积累，使得我们不断的往一个方向的认知越挖越深。后来呢，又看了一本书，发现我理解了，这不就是我想的吗？会产生这么一种共鸣，或者大家如果听到我说的话也有很多的共鸣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往这方向思考了。最后究竟带给你启发的并不是因为是哪本书或者李阳说的什么话，而是因为你已经在思考了。如果你没有在思考，那么你读了这些书，听了我们的对话，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用。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就是富爸穷爸出现这么多次。然后金钱上，比如说那个 Tools of Titan， 你说 Tim Ferriss 对吧？这也是他的一本书，总结了非常多的不同的行业里的泰坦。纳维尔宝典像 Atomic Habit 这种原子习惯对吧，也非常好。然后那本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说要主动的思考呀，然后呢 Begin with End in Mind， 你 Working Backwards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 principle。然后对于时间财富的理解 Die with Zero， 这些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和有总结的作用，就是启发最一开始埋下智慧的种子，以及最后它系统化的阐明了你的一些想法，证实了你的想法。但是中间你从种子变成了去达到最后一步的过程，是读书是没有用的，就只能需要自己不断的去思考，然后书只是起到了两头的作用。我感觉本来说想推荐2本书，这变成李阳得给我们开个书单了。我的 Medium 网站上有列一个跟财富相关的书，那是当时课代表采访我的财富积累那一期的时候，列了一个单子是跟财富相关的。对，课代表立正跟李阳也有做过2期视频，我回头也把链接放在下面。其实大家听我们这期播客也是。不管是算法推荐给你也好，或者说你自己搜索也好，除了完全随机的因素，那大概率是因为你可能心里在想着这一茬的事情。那节目最后还有什么今天觉得没有讲到的吗？想要补充的吗？我觉得你设计的框架非常好，就涵盖了几个维度的自由。其实最终的自由就是对当下的接受 ，acceptance of the present。其实当我们对当下你的自由、你的平和不需要有任何的外部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会说有这种立地成佛的说法。生活中什么都不缺少，你本身就可以让自己快乐，你本身就可以让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当下此时此刻就可以是快乐的。龙年，咱今天也是大年初3啊，给大家说点吉祥话，祝福一下。
龙年嘛，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形象，对吧？它就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智慧，会希望大家的龙年获得力量，获得自己的智慧，然后呢，去探索，去像龙一样，就是穿过云层，去到达你的心灵的彼岸。我祝大家活在当下，我祝大家不内耗，我祝大家所得皆所愿。